家早上好。今天是我在越南的最后一天，就是代表我即将要离开越南。对，今天我要去的目标呢是西区，胡志明的西区，晚上顺便去看看那个海鲜街。现在是早上的11点，所以我现在要出发去找一个早餐吃。现在我看到有一个烧肉，就是烧猪肉的饭，应该是非常好吃吧？这个是在西区，叫了一个那个越南烤肉，这是烧烤，它就是这样的，它这个是瘦肉，还有鸡蛋，还有一些蔬菜，还有一些调料，还有一瓶矿泉水。大概是56000越南盾。如果我过了这条桥，我就是过到那个西区了，在那个塞公的西区。这条河看到吗？它已经分开，河对面就是西区。现在我看到有一间很大的那个教堂，我走上了一个天桥。现在我看到那个大河，对面就是西区。那如果是有人问来越南玩好不好，贵还是便宜？其实说到目前为止，今年是2022年，应该算是便宜吧。因为如果你不是睡那种3星级以上的酒店，然后你不是吃那些高级餐馆，大概像我这样在越南待一个25天，大概总花费应该是1500美金吧，就是这样。住普通的，吃普通的，就是这样，包括那个飞机票，所以也不算贵吧，是不是？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海鲜街，晚上是吃那个烤海鲜的、烧海鲜的。这个是我位于一个对越南美食有兴趣的这条街，它全部都是晚上，看这里晚上，这里全部都好像这样的椅子，一整条街哦。这里一整条街上去，那里都是卖海鲜的，吃海鲜的。我不知道那个晚上它会开多少间，因为现在疫情刚刚过，游客刚刚回来越南这里。但是这个是我最推荐的一个地方，晚上你们住在那个西贡、胡志明，一定要来的地方。这里全部都是满满的人，晚上外国游客还有本地人都会在这里用餐。如果你们还是找不到这条那个海鲜街呢，你就要认着这座庙。我眼前有一座庙，它就是隔壁就是海鲜街，这个小庙Park Phu Thu。然后海鲜街呢，就是在那里入口。如果还找不了，那你就是要找那一个建筑物，那一座建筑物叫做 Kim Thai Nakhon Wat。这个是越南海鲜街塞公的一个其中很出名的一条街。晚上都是满满的海鲜，在这里，这条街晚上全部都是档口，吃海鲜的。离那个海鲜街呢，大概走一个5分钟，有一个算大的庙吧，在这个市中心。这个是什么庙？好像是中式的有观音的。一个庙就在一个西区那里。
我已经上到了最顶楼，大概是3层。这个也是一个佛祖，这里是给人家拜拜的啊，一个佛祖在那个菩提树下啊，非常的漂亮啊，我觉得它设计上面还有一个这样的雕像挂物，然后我会在这里拜拜，然后就走去另外一边。我发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打卡点，就在那个西区的大河那里。这个大河呢，它是有这个隔离的东西，因为往上一点，那个河水呢就是非常的肮脏，黑色的，还有已经是被污染的那个河水。但是这里呢，它已经是做了一些隔离，外面就是一个西贡的大河。你看这条桥，如果是站在这个钢缆再拍上去，它有一个 Skytech 的那个建筑物，这条桥是非常漂亮的。如果是那一种厉害的摄影师，它可以拍到很美的照片。就是在这里看，那里我看到有一个好像也是打卡的地方，那里它是晚上我在 Skytech 那里看下去，那里好像有开灯的一个小花园区。还有就是这栋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它是非常古老的。这个安康嘎翁，它的读法，还有白色这一栋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有很多那个女孩子在那里拍照打卡，还有一个在这里拍那个叫做情侣的写真集。这个是求婚吧，所以呢，如果是来越南呢，越南给我的一个感觉呢，就是这里的人很喜欢拍拖。如果是给好像我这样单身的，就是一个单身狗嘛，他是有时候会感觉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看这里的人呢，年纪小，是在那个公园或者是在一些地区比较漂亮的地区，都是一对一双的。现在我是在桥的对面，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建筑物，前面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建筑物，它是像有历史的一种东西。如果是有谁知道这个建筑物是什么东西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嗨，是不是很熟悉？这里看到这些蓝色的那个围栏，这个就是便当市场我又回到了那个便当市场。现在我是朝着它的那个干粮铺去买那个芒果干，这个就是它的入口。这样直接去，你就会看到很多档口。前半部呢是卖衣服的，然后中部呢就是卖干粮的，然后后面呢最后那一部分就是卖吃的。如果是第一次来这里，可以在这里购物。如果是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的呢，已经来了很多次的呢，其实便当市场呢是价钱是非常的贵的，它只适合去来这里参观，还有拍照打卡。
外部还有很多那个便宜的，比那个便当更便宜的那个市场。现在我来到了那个芒果干的，这里就是卖芒果干的。How much for this one? What kilo? 1 kilo 200。乜嘢？想要什么？啊，这个芒果干那么贵吗？不是这样子，有几种的货物，有的20万1公斤也有，25万、30万也有。因为我在那个河内啊，它这些芒果干都是20万。如果是这种1公斤20万1公斤，这个货本呢，20万1公斤。什么讲货本？因为有好几种的公司的东西，这种不一样那种吗？不一样的，这个比较好，24万。有什么分别？它糖小一点，就有加糖的多少。这个糖少一点，这个是24万。说没有糖就是它。这个是24万。对对，没有加。一公斤。对对对。24万1公斤。你说的很好吃啊，不是。Hello, can I help you? I help you, sir. 我们这边有好几种。现在给我1公斤，24万是吧？对。啊，1公斤。啊？半公斤啊，对。现在我买了那个1公斤的芒果干。芒果干，这里有分很多种价钱。他说呢，我现在吃的这种呢是比较少糖，所以比较贵一点，要24万1公斤。如果是加了糖的话，就是20万1公斤。我拿那个新鲜没有在外面有新鲜你看一张很漂亮的。不一样，没有骗你的。啊，你放下去。就是他们会放一些现货在这里，你选。有时候外面它有的不贵的。那个是什么芒果？其实芒果是一样，只是它放糖，这个没有放糖。这个放糖加工。啊，都是越南芒果。嗯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椰子干，椰子是椰子片，多少钱呢？20万1公斤。又那么贵？我没有卖贵，你放心我，你就讲你价钱，不是我乱开价。20，这个可以给我半公斤吗？啊，就是10万了。这个有现在给你。这个可以比如说我明天带上飞机，它会融吗？不会。那个糖会变水吗？不会。拿多一点给你了哈，有超过清头给你了哈，你可以看嘛。啊，可以。有啊，超很多。有你的吗？对，然后你随便选一档嘛。如果是你们买干粮的话，如果是咖啡的话，你就要买一些越南咖啡。越南咖啡它有分几种，一般是越南本地咖啡是比较贵一些。我以前有买，但是拿回去就坏掉了。啊，这个也是要50万1公斤。越南猫屎咖啡。越南那里有猫屎咖啡。那个口味的那个喷香料在里面。你说这个是有一点点酸是吗？是有一点点酸是吗？没有酸，没有。这个是100克是5万块，100克5万块。哦。所以如果是要买越南咖啡的呢，就找这个阿姨。找这个阿姨。不用投皮啦，这个越南。如果是不要拍我了，这样我简单的。找他的就有 discount， 就是有便宜的。我喜欢的，这东西旧的东西用的东西。OK，
然后你们可以卖那些，还有那个外部的咖啡。谢谢你哈，帮我。其实用的东西啊，随人的习惯，有人很喜欢用，有人的不习惯。啊，对。爱习惯的人就喜欢买，不习惯你叫他买他不买。我讲真的，没有，如果是来越南，大多数都是咖啡，还有这些芒果干。芒果干啊，咖啡豆了，芒果干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就是胡椒啊，越南的就是越南胡椒啊。胡椒粒啊。越南胡椒粒。对啊，还有腰果啦。腰果。腰果都有。哦，腰果我就不吃。连酒做个腰果好吃的，你去看看。腰果我没有什么。没问题，你可以吃一下啦。这个是。要你買啦，而家我的腰果很漂亮啊。這個是越南的腰果。你睇好靚噶啦，係咪啊？越南腰果係咪啊？呢個好大粒喎。哦，越南特產你試食啊，平陽嚟㗎，好好食㗎。呢個壯陽啊？平陽，壯陽又唔係食呢啲啦，老實講，叫咩平陽？平陽。呢度減鹽咁講，食咗佢唔壯陽咪鬧死我。唔係平陽喺邊度啊？平陽係越南我哋嘅地方啊。唔係喺邊一區？種腰果啊，喺。係河內。唔係河內啊，喺胡志明過一啲嘅，過少少。哦，過少少。胡志明過一點可以啊。哦，平陽。過去。因為我在這裡啊，有很多那個名字都是大概是一樣的。平陽就是很多公司在那邊呢，人家附近那個地方專門做工業的那個公司。但是我不吃。這個是很美的，看着哈。這個很大粒。哦。很大粒，這個是多少錢1公斤？這個就20萬1公斤。這個是20萬1公斤。這個就是平常有人家賣25、26，但是我們買了23、24、25，各有各人啦。本來有25、26的也有。這個如果是那個中國可以帶回去，是中國呢？可以。因為那個中國內地很多人喜歡吃這個。很喜歡了，以前的大陸客人來也是常常買啊，對，台灣客人買啊，對，而且泰國人也有啊，對，就是我是不吃這個，我是吃這個不，因為你的我還是口味不一樣，所以我教你各有各人的喜歡啦。OK， 如果是誰有興趣的話，過來這個找阿姨，她給你那個便宜的價錢。大家晚上好。我現在要去海鮮街，就是下午我有經過的一個海鮮街，吃海鮮。我要看一下還有沒有以往的那麼熱鬧。現在是在西貢的海鮮街，現在是晚上的大概是差不多9點。然後吃完這個海鮮，就準備明天飛回去馬來西亞。這個就是晚上的海鮮街。是不是現在是晚上，越來越多人在這裡聚集吃海鮮？我看一下還有沒有位置，那裡也是那麼多人，這裡也是那麼多人，一路上都是海鮮店，燒烤、清蒸，全部都是賣海鮮的。我已經叫了一些海鮮，就是魚、小魚之類的，還有一些章魚，還有一些蝦，應該大概是幾十萬吧，應該不上500千吧，那個價錢。這個就是它的環境，每一家都是一樣的。嗨，大家早上好，現在是7月15號。現在我要準備飛回去馬來西亞，也是在越南機場等待飛機的時候，要總結在越南遊玩的時候，需要小心的一些東西。對我來說呢，在越南呢要注意的一些就是那個酒店。如果是你在網上訂房，你需要注意
它的那个怎么说呢？它的那个可能被取消的几率很高，因为在越南呢，就算你订房呢，那个酒店的主人也会把你的房间卖给别人。如果是遇到高价的话，就这样。所以要对比那个酒店，然后预算有第二个方案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小心你们的手机，就是在街道上尽量是不要使用你们的手机打电话，尤其是拿那个苹果的，在越南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是会不见吧，那个手机要小心一些。还有第三个，应该去一些敏感的话题，就尽量不要去说。怎么是敏感的话题呢？就是比如说你在公园，尽量不要去拍摄，有可能公园里有很多人在私底下聚赌，就是赌博，有很多人不喜欢，就是我们外国人去拍他们在赌博。然后就是第四呢，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北方和南方的关系，他们也是比较敏感这个东西。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了，其他那些都是那个小问题。所以来越南呢，要注意这些问题，尽量是不要去触碰它。好像你身上的那个金链啊，那个贵重的东西，尽量不要露眼就可以了。在越南，大概我是在这里逗留了3个礼拜，25天。这个就是我的越南旅游，是穷游，那个是叫穷游，是花费很少的，所以就是到此结束。然后我现在是计划着下一个目的地，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，老挝还是柬埔寨，然后期待我能够去另外一个东南亚国家。